好，我是今天笨钱社群新手教学的讲师，我叫 Eva。那今天要上的课程内容呢是区块链科普，区块链1.0。那一样，在上课之前呢，我们都还是要来先讲一下免责声明。本堂课呢，并非专业区块链本堂课并非专业区块链课程教学，仅同整网络上的资源分享。如有错误呢，欢迎指正。OK， 那有什么问题呢？我们都可以来做一下讨论。好，那我首先讲一下区块链的由来。那我想知道说，应该大部分的同学，不管你是第一次为什么？好，那很多同学应该都会觉得说，比特币其实就等于是区块链，因为比特币的关系，所以你才认识到区块链。但实际上呢，区块链它并不代表比特币，区块链它其实是一门技术，那主要就是用于记录啊，然后一些金融。那它最大的特点呢，其实就是去中心化、不可逆、不可篡改。那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就先来看一下他们区块链的由来的故事。好，那大家对于区块链，对于他觉得普遍啊，或者是听到它的时候，应该都会知道说，哦，它是比特币，所以把区块链呢跟比特币做一个挂钩。但实际上，区块链呢，它最早并不是由中本聪提出来的，而是由哈勃跟斯托内塔呢于1991年提出。那你们应该有印象，就是有对于网络有研究的话，应该是知道1990年代那个时候正好是我们网络那个什么Intel 啊，或者是电脑刚在发展而已。所以1991年那时候，对于图片或者是上方的一些文字啊，大家呢都复制贴上，复制贴上。那谁知道到底这一个文件、这一个图片呢，到底它的主要的由来是谁才是真正的发出者，谁才是真正的画图的那个人？那这样抄来抄去呢，他们两个就在想说，有没有什么方式呢？我们可以去创建一个不可以篡改的时间戳系统，然后呢，这样子不管是文件啊，或者是政府的一些密件，都可以拿来在于网络上传的时候呢，不会被篡改。就是假设政府嘛，美国政府可能要传资料给英国政府，那我从中间把它拦截了。随便乱篡改就会导致什么？两个国家之间发生战争嘛。那他们就是利用这一个概念呢，去创造了一个时间戳，然后呢，让他们来证明说文件未被篡改。那它的核心技术的概念是什么？就是他们利用密码学打凑，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很常听到的 hash 值嘛。那他要怎么做？就是今天呢，好，假设一份文件从 A 传到 B 的时候，它会先在这个文件上面呢有一串密码学的杂凑。那从 B 再传到 C， 假设 A 部门传到 B 部门 ，B 部门传到 C 部门，在 B 传到 C 的这个过程中呢，这个文件就会连同前面 A 传到 B 的这个杂凑呢，再往前，这应该说再往后串一个新的密码学杂凑，再从 B 呢传给 C， 那就是这样子，以此类推，去做出了一个不会被篡改的一个方式。好，所以呢，他们当初的出发点呢，就是为了说，可能中央政府啊，或者是一些地方政府，或者是保险业啊、银行业来，因为网络刚发达嘛，为了不让有心人士去篡改文件内容，所以创造出来的。所以它也是最早区块链的基础，对吗？因为大家都知道，中本聪后来提出来的比特币就是不可篡改、不可逆，然后呢去中心化。不可篡改呢，其实它就是有来自于1991年这个阿伯跟斯托内塔的
发明。OK， 好，那它的资料串接方式呢，就像我刚刚讲的嘛，每一笔的文件资料啊，都会包含前一笔的杂凑值，然后呢，时间链，就是 A 传到 B 传到 C 呢，每一个呢都会连接前面一个杂凑，然后呢变成 ABCD 的杂凑，一路往下，以此类推。好，那它的共识机制呢，它没有到在1991年的时候呢，这些呢都还是由中心化的机构发行时间戳，像是中央政府、中央银行或是什么地方的银行啊、地方的政府。那它有没有设计什么代币经济的设计？没有，它单纯就是为了不可篡改的这个特性呢去发明的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先回来看到2008年，应该大家都会知道2008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吧？有人知道吗？2008年发生了一件很严重的事情，导致全球的金融发生什么事情？金融海啸嘛。对，金融风暴、金融海啸。那东本聪呢？因为这个对雷曼兄弟倒闭，对，就是跟金融有关系嘛，因为整个世界的经济大动荡，所以呢，在那个年代，大家的钱放在银行，它其实已经不是一个安全的选择了，因为大家想要把钱提出的时候，银行就只跟你说了一句：“哦，我现在没有钱啊，现在整个金融危机这么的严重，我哪里生钱给你哪里生钱给你提款，哪里生钱给你去给你，对吧？好，那这时候呢，当大家都不再信任中心化的时候，这时候有一个聪明的人叫中本聪，他呢就跳出来创建了一个什么去中心化，有没有？去中心化的数位货币系统呢，避免双重支付的问题，OK 吗？所以今天为什么会有比特币的产生？其实也是因为2008年的金融风暴的原因呢，导致大家对于中心化的不信任。OK， 所以呢，他今天利用了什么样子的核心技术概念？先简单讲解一下，它就是利用区块链，然后呢，工作量证明、去中心化网络共识的机制，以及什么加密签章，然后 UTXO 模型。那大家先帮我记得，它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区块链跟工作量证明，以及什么去中心化。OK，那它的资料串接方式呢，就是当你要记录一笔账的时候呢，它就是一个区块。那每一个区块呢，都会包含前一个区块的杂凑值，就很像是哈勃跟斯多内塔每一笔时间戳呢，都会包含前一笔的杂凑值呢，形成时间链。那这个也是每一个区块都会包含前一个区块，所以形成的区块链。OK 吗？好，那这边大家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我就开始打。那共识机制呢？它是有共识机制的，它呢可以透过工作量的证明呢，去达成节点共识。那你透过工作量证明，你可以拿到什么样子的东西？有，就是什么比特币。当整个市场呢都认为比特币它是有价值的时候呢，就会很多人愿意去干嘛？透过工作量呢达到节点共识，去拿什么？拿比特币。就像现在比特币一颗十几万，如果当初你那时候在2008年的时候，你就去挖比特币，你现在就是有钱人了，对吧？OK， 好，所以呢，今天呢，中本聪呢，它的共识机制，它是利用工作量去证明，那有没有代币设计？有，它就是用比特币呢作为奖励与机制。好，那我们再看一下下一个。那刚刚有说到嘛，在1991年，哈勃跟斯托内塔，它的应用范围是什么？就是用在数位文件的验证啊，法律文件的防伪跟什么学术论文的认证等等，以及什么中央政府的文件、银行的保险文件那些。你们会听到猫咪的声音，好吵。好，那在哈勃跟斯托内塔呢，应用的范围呢，就是在
干嘛？为了防止被篡改嘛。那在中本聪呢，它也是为了防止我们的钱放在银行拿不出来，所以创造了一个去中心化的金融市场。那它的应用范围呢，就是会用在数位货币、金融交易啊、NFT、智能合约、供应链管理等等。那这些呢，也是我们现在比较常见的一些你们听过的东西。OK， 那现在呢，对区块链的发展有什么影响？就什么？哈勃跟斯托内塔呢，奠定了区块链技术、区块链资料串接呢与防篡改的基础。那中本聪呢，就是利用这个的基础呢，去开发了一个完整的去中心化经济模型呢，开启了整个区块链的时代。所以当大家听到区块链的时候，耳熟能详的，通通都会以为哦，区块链是中本聪创造出来的，哦，区块链是等于比特币等于中本聪。但实际上呢，区块链由来还有更前面的，它其实是利用1991年的时间链的基础呢，创造出来的区块链。OK， 那技术的创新性呢，它就是在1991年呢，就是初步使用杂凑数与不可变的记录。那在中本聪呢，它就是在更加的去把它写得更完整，于是结合去中心化加激励加共识机制呢，构成了整个完整的系统。好，那这边呢补充说明一下，他们的系统呢是设计给一个可信的时间戳伺服器使用，就像是政府的啊、企业的啊、数位签章。那中本聪呢，则是去中心化，那由每个节点呢共同维护账本，透过工作量证明呢，避免作恶与双重支付。那它也是首次在不需要中心化的结构之下呢，实现可靠的交易。那为什么会有哈勃跟斯多内塔以及中本聪创建区块链？实际上呢，都源自于一个不信任，因为不信任文件不会被篡改，于是乎我创造出了一个可以防止被人家篡改的时间戳。那在于中本聪因为发生的金融风暴哦，那个整个银行呢，整个中央政府的银行、地方政府的银行都没办法让我去信任它了。于是乎，中本聪呢创造出了一个去中心化的完整金融系统。所以他们的由来实际上都是源自于3个字，就是不信任。好，那现在呢讲的都是区块链的由来，那大家有任何问题吗？没有的话，我就开始讲一下下一个。那区块链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？好，那众所周知，大家都会觉得说，哦，区块链，他们就是一个东西。但实际上，区块链的形成呢，就像我刚刚说的，区块呢，它就是一个区块连接着一个区块，再连接着一个区块，一直往下串下去呢，还把它串成一起，叫做区块链。那它整个过程长什么样子？就是今天呢，我发起了一个交易哦，假设我要转钱，我要发起一个，我要给比特币好了，我想要给小杜老师一颗比特币，那我发起了这一笔交易，那矿工呢，他就去验证说，哦，确定是由我本人发起的，那认证成功之后呢，矿工就会开始解密，就解密啊，也不是说什么算数学什么，不是，它就是一串密码学，那就很像是在猜数学、猜数字、猜谁先猜中了。哦，OK，那个人呢，他就是解密成功了。那他解密成功呢，他就开始编写这个区块啊，说哦，这个几月几号什么时候呢？由FR 转了一笔多少钱，然后给小杜老师。那他们写完了以后，就可以拿到什么比特币这个奖励。OK，好，那矿工他是如何验证交易的？首先我们会需要4个东西，一个就是钱包嘛，一个就是地址，然后呢公钥与私钥。那这4个其实它的概念也很简单，你们就是想一下，钱包呢它就等于是你的银行，你可能
国泰啊，中国信托啊。那讲简单一点，就是我们现在的交易所怎么掰币啊？你们现在有橘色的字，是不是就是有去创掰币交易所或什么币安啊、OK 叉，这都是大家比较常听到的一些中心化的交易所。好，所以钱包呢就等于是交易所，就等于是你的银行。那地址呢？地址为什么会跟公钥连在一起？实际上呢，公钥呢，它就是一串大家都可以看到的一串密码学。那它就是一堆很复杂密码学串出来呢，变成一个大家可以看到的公钥。那地址呢，则是由公钥它再经过一串复杂的密码，然后杂凑呢，变成了一个大家现在都可以看到的地址。像是你们要转钱给我好了，我是不是要先给你们我的 USDT 的地址？那我把地址给了你们，是不是你们才有办法用我那一串地址呢，把钱转到我的钱包里面，对吧？所以其实地址跟公钥他们两个呢，就是相辅相成的，一串密码复杂的密码学串成的一串公钥，公钥呢再利用复杂的杂凑值呢，把它变成一个显而易见的地址。OK，那私钥呢？如果今天大家都是使用就是中心化交易所啊，其实私钥我们是看不到的，它呢都是由那个交易所去帮我们保管。那如果今天是去中心化交易所呢，讲简单一点的话，你们如果有办过什么狐狸钱包啊，或者是一些什么 mToken、Trust Wallet 那种不需要 KYC 的钱包，那这个私钥呢，就有点类似是你的助记词。所以为什么会有人说你的助记词呢，一定要把它手写好之后呢，抄起来、藏起来，不要让人家知道。如果今天你的助记词不见了，或者是被盗用了，那你钱包里面的钱呢，就会因为你的私钥，然后泄露出去呢，被打开，就是它就是有类似保险箱的钥匙。你今天把你的钱放在保险箱，结果你的钥匙掉了，然后被坏人给捡走之后，他就去你的保险箱把它打开之后，钱呢，他就把你收刮走。所以私钥为什么很重要，一定要好好的保管的原因就在于说，今天在这个链上，他们矿工呢都是利用私钥呢去认证身份，但私钥呢，等一下后面会再讲的更详细一点。反正私钥呢，它就是用来验证交易的最重要的一个钥匙。OK，好，所以呢，我们有了这四个之后，开始公钥。好，假设是我利用公钥呢发起了一串交易，那私钥呢，他就会过来确认说这一笔交易是我本人发起的。那私钥确认没问题之后呢，它就会产生出一个数位签章。那矿工呢，他就去验证这个数位签章，确定说哦是你本人发起的，那我就开始干嘛？就像我前面讲的一整串哦，他认证成功就开始帮你解密，然后呢编写区块拿奖励。那今天假设 A 要把钱转给 B，那它中间呢是要认证成功产生的数位签章。OK，矿工编写成功了，把钱呢成功转到 B。那如果今天中途突然产生了一个 C， 哦，他看到 A 要把钱转给 B 啊，转了一颗比特币，好多哦，我要从中间拦截他，所以他今天拦截了，可是因为大家都没有私钥，他没有 A 的私钥，那他今天没有 A 的私钥的情况之下呢，他是不是就没办法利用私钥呢去产生一个数位签章？那没有数位签章呢，矿工发现，哎，这个并不是 A 呢他发起的交易，于是乎呢，他就拒绝把这个钱转给 C。所以今天呢，私钥为什么如此重要？原因就是因为如果今天私钥泄露出去了，这个 C 呢，他就可以把你的钱全部倒光光。OK，所以呢，这一整个就是那个区块链的交易方式，就是区块链怎么形成，然后怎么验证交易，那为什么私钥会如此重要？到这边 OK 吗？还行吗？
有新同学是，我觉得有点模糊，听不懂的吗？行，OK。好，那都没有问题哦，我就要继续喽。那不用害羞，就是有问题就可以直接问，没关系。好，那接下来就再开始讲，转错链有关系吗？链错误地址正确，币没有消失，但会跑到其他链上，那你看不到，什么意思？今天假设，好，我住在台中，我不小心要把一个包裹原本要寄到台北，我不小心把地址写到高雄，我的包裹还在吗？我的包裹应该还在吧？只是本来应该往台北的高速公路，结果往高雄去了，但是我看不到，那找得回来吗？今天去中心化交易所呢，它可以跨链找回，它可以利用你的私钥呢去找找看，说，哎，今天我的填错了，那我有没有可能跨链呢？慢慢的利用我的私钥把它找回来，可以找回来。那如果今天中心化交易所呢，它比较难，因为私钥呢，它是在交易所保管的，我们只能求助客服，那通常都会收昂贵的费用或者是什么。我就觉得很麻烦，他就会拒绝你。像是我举一个例子好了，就是有一个邻居阿伯，他就真的有发生过转错链的事情。那前一阵子吧，就是大概在3、4月份的时候，那时候一颗 USDT 不是大概33块、34块嘛？那他因为不小心转错链，所以他求助就是币托的客服，他跟他说啊，他不小心转错链的，那要怎么办？然后客服呢，除了跟他收取费用之外，一来一往，一来一往，已经3个月过了那一段时间还记得吗？去年在3、4月33、34的时候，突然雪崩，就是币价突然雪崩，掉到29块，甚至快要接近28块。它光是一来一回，然后3个月的时间呢，它的币呢就从33点多吧，直接到29块，中间就大概损失了6、7万台币，然后再加上他又被币托客服呢收了一笔昂贵的费用，所以他就很不开心。对，但一般人还不知道说原来转错链是可以求助客服的。那这样子是不是等于说你转错链了，你就只能当做自己很衰，钱不见了，对吧？所以呢，转币之前一定要确认链种跟地址是否正确。就是你可以利用复制地址啊，检查前后4码，你一定要确认你的地址跟链全部都是正确的，你再去做一个转出，不然你会像我那个邻居阿北一样，他呢跑来问我说，我的钱转错链怎么办？然后寻求客服，寻求协助，一来一往，一来一往，客服又不太想理他。过了很久，他才愿意把我阿北遗失的钱呢找回来。那这样子，你光是本来应该要赚钱的东西，偏偏因为钱啊、币价啊、价差，导致你亏钱，那这样不是很令人难过吗？所以一定要务必确认一下你的链种跟地址，以及呢，如果你今天是地址错误，然后呢遗失了，转给其他人或是不存在的钱包，那基本上呢，你的这笔钱就是找不回来了。所以再次提醒，转币前一定要确认链种跟地址，一定要好好的检查你的前4码、后4码，或者是你想要全部检查都可以。那这一页呢，其实也关乎着等一下最近有上课的时候会讲到的一个重点，为什么频繁的转出它是一个诈骗样态，主要是因为你们想，一般人在座的各位好了，你们有没有想过说，你们在做转账的时候，是不是每次在转，我就觉得哦，好紧张哦。就算你现在是老手，好，就算是我好了，我在转钱，可能我要转去币托什么的，我都会再三的确认说，我确定我的地址是正确的，你才会按确认转出嘛。
那你今天一般人的情况之下，你有可能，我钱包有个5个，我来转转看好玩好了，应该不会做这种事情吧？你不会从你自己的 A 钱包转到 B 钱包，再转到 C、D、E 吧？应该不会吧？所以当你的金流呢发生了这样子的情况，那它呢100%就一定是诈骗集团。这也是为什么会说，区块链它跟追金流有相关。除了金流是由区块链就是转账嘛，你一定是需要用区块链去做转出转入。再者是后面这个观念，就是你今天正常的情况之下，你绝对不会一直去做转出。那如果你一直去做转出，你一定就是诈骗，OK 吗？好，所以今天的区块链科普，区块链1.0就是还 OK 吗？有问题吗？应该我看有蛮多新同学，新同学有问题也可以问。嗯，对，基本上如果是有在交易的同学，对于区块链应该都是会有一点基础的概念。对，好，那如果都没有问题的话呢，今天的新手教学区块链科普、区块链1.0的课程就到这边结束。那有任何问题呢，都可以在讨论区啊，或者是开票仓艾特我，或者是跟学长姐一起做讨论。那今天的课程就先到这边，那就祝各位交易顺利喽，拜拜。